就在您看我这个视频的同时，我们可以脑补一个画面：800个美军的最高级别的将领突然收到五角大楼的一个紧急命令，要从世界各地，对，您没听错，是从全世界的各个战区被紧急征调，星夜兼程赶回美国的本土。这个命令到底有多急呢？没有专机，不准带参谋，甚至到底要去干嘛，完全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在规定的时间里面，必须要赶到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基地，参加一个紧急会议，而且是由战争部长他本人亲自来开。这个不是好莱坞大片，这个是华盛顿邮报的头版头条。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说实话有点沉重，但它背后可能牵动着未来世界的格局。开始之前，我必须要说明白一件事情，到现在为止，官方公布的信息非常的少，而坊间流传着各种猜测，但是我觉得都没有说到点子上。今天我们要聊的纯粹是我个人基于非常有限的公开信息做的逻辑推演，这是一种可能性的探讨，我的判断不一定对，不一定等同于事实，大家一定要带着自己独立的思考辩证的来看这个视频。那么我的判断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为逮捕前总统奥巴马在做最后的准备。我们可以琢磨一下，一场史无前例的高级将领的紧急密会，一个针对于前总统叛国的指控，当来自于白宫的命令真的下达的时候，美军的枪口到底会指向谁呢？有人会说，美国现在正在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向一条叫做卢比孔河的岸边，而这样一条河一旦跨越过去，历史可能就真的回不了头了。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又怎么会把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拖进一场宪政危机，甚至是内战的边缘呢？那所有这一切的起点，就是本次不同寻常的昆迪科召唤。战争部长皮特·赫格塞斯给几百个1星以上的美军将领发布这道紧急命令，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清晰，而且让人心里面感觉到有点不安的信号。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它实在是太不同寻常了，有好几个地方你仔细琢磨一下都觉得不太对劲。首先就是它这个命令的紧急的程度跟付出的代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把全球差不多800个将军同时从他们这个非常重要的军事指挥的岗位给叫回来，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也就说明在白宫跟战争部长的眼里，本次会议要谈的事情比美军在全球正在进行的所有的军事部署跟军事的行动都要重要。而且直白一点说，这说明五角大楼认为那个内部的威胁比任何美国在外面的敌人都要更加紧迫。其次，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它完全没有按照标准的军事程序来，这个绝对不是偶然，而是有人精心设计好的。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第一点就是本次会议没有任何议程，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只是非常模糊地说，部长要求对高级军事领导人讲话。在一个等级非常森严、什么事都会讲究程序的这个军队里面，这样一种安排完全不可思议。这说明什么？说明本次会议的内容极度敏感，有可能会碰到了法律或者是宪法的红线，所以要么不会提前让他们知道到底会是什么样的议程，要么可能这个会议不会留下任何书面的记录。第二个就是在命令里面特别要求所有的将军他必须自己来，一个参谋也不会带。那这个又是一个巨大的危险的信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高级指挥官开会，他身边一般都是跟着有法律啊、作战各方面的专家和参谋，保证他的决策不会出错，对不对？但是现在每一个手握重兵的将军，他们孤零零地坐在那儿开会，这个不是在讨论什么重大的军事战略，他要的也不是大家的集思广益，而是想看一看在这些高级将领身边不会围绕这个参谋，在孤立无援的情况底下，每一个将军他最真实的第一反应到底是什么。第三，强制要求大家是面对面亲自本人过来开会。今天的美军他们有全世界最安全最先进的视频的会议系统，
完全可以在不影响全球正常军事指挥的情况底下召开视频会议。现在这个紧急会议没有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进行，而是要求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在中东还是在亚太，都必须要飞回弗吉尼亚，在这个军事基地来召开面对面的会议。那这背后有非常深刻的心理学的学问在里面，因为这个不仅仅只是一场会议，它更是一场眼对眼的测试。当你要处理一个可能会颠覆大家三观、挑战道德底线的话题的时候，你作为他们的直接领导，你必须要亲眼看到这些下属他们的犹疑的眼神，他们的小动作，哪怕只是一瞬间的皱眉或者是犹豫不决，所有这些非常细微的身体语言的信号，都是判断他们真实的内心的想法，判断他们会不会服从命令的关键。而这样一些非常细微的身体语言的东西，是通过冰冷的这个屏幕没办法看出来的。而且在这个之前，其实五角大楼已经搞过一场规模很大的政治清洗，据说有100来个将军跟海军上将被解职。所以本次能够来参加这个会议的，已经是经过一轮初步筛选的。而这次会议就是对这样一群人进行的最后一次忠诚度的压力测试。好了，我们简单总结一下，昆迪科会议这个形式本身就暴露了它的目的，它不是为了讨论，不是为了制定战略，而是为了下达不容置疑的命令。它不是为了做决策，而是为了做筛选。它是在为一项即将到来的争议极大但是又非常重大的国内行动做最后的思想统一跟战争动员，并且提前找出整个军队指挥链条里面哪些人可能会掉链子。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重大的国内政治行动需要搞得如此的神秘，如此的兴师动众呢？那我们来猜猜看，到底有哪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不是要打仗，比如说对委内瑞拉或者是对俄罗斯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个可能性基本上可以被排除掉。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打仗它不是小事情，它涉及到后勤、情报、法律方方面面，特别复杂。所以任何一个准备要打仗的会议，它绝对离不开专业的参谋团队。现在把参谋都撇开，说明会议根本不是为了规划复杂的作战，这个跟准备打仗的逻辑是完全拧着的。而且如果说你要对俄罗斯动手，那你为什么要把亚太这些将领都召集过去呢？按照规矩的话，真的要打仗，总统跟国防部长他们要听一个叫做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这个部门的专业意见。但是这样一次会议，他们是把这个最重要的军事顾问团给绕开了，他直接找那些负责打仗的、手握兵权的作战司令。那这是在下达一个已经决定好的不容商量的命令，而不是咨询他们怎么样去作战，或者是怎么样去制定一个特别的战略。而且据报道说，这个事儿在军队里面已经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困扰，所以如果真的是军事行动，将军们他们应该事先收过情报的简报，多少知道一些端倪，会有心理准备。那如果是没有简报过的特别重大的突发事件，他们完全是可以直接开视频会议的，就没有道理要提前5天发通知，然后要飞回本土来开会，会给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敌人创造一个机会。因为军事指挥官完全都离开了他们的岗位，所以打仗是不太可能的。同样的逻辑，所谓研讨美国战略转移回本土防卫，这个可能性也不成立。那第二种可能，会不会是军队内部要搞大裁员，进行将领的政治清洗呢？那有人猜，这跟之前宣布的要裁减20%将军的计划有关，是一次大规模的内部人事调整，目的就是提高效率，削减官僚。那这个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军队大规模的裁员是一个技术活，它涉及到人员的安置、预算的再分配、法律的合规，方方面面非常的繁琐。如果将军他接到类似这样一种命令的话，他第一个反应是要叫上他手下的专业的参谋来评估影响，制定计划。命令里面明确说不准带参谋，这个就说明会议的内容跟裁员这样一种非常复杂的行政工作关系不大。而且如果真的是要军队裁员的话，他事先早就会通过各个方方面面的一些沟通啊、协调，所以不会这么突然，保密程度不会如此的高。那么
这是要现场宣布裁撤这些出席的部分将领吗？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事实上之前已经有大概100多名将领被解职，所以某种程度上这种军内的清洗是通过常规的行政命令、单独谈话跟人事调动来完成的，它不需要将所有这些人都召集到一块儿。而事实上，那把所有人召集到一块儿，这种做法反倒可能会暴露意图，并且引发集体的抵制，这样更加不利于去完成清洗这个工作。所以这个不是清洗将领，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军中的清洗的一部分工作已经完成了。那排除掉这些剩下的第三种可能性，说实话非常炸裂。我觉得可能是在为逮捕前总统奥巴马做准备。你没有听错，为什么偏偏会是奥巴马呢？因为如果是拜登或者是其他的所谓的一些比较高级的政客的话，那这个事情的冲击力度还不够大，还犯不着做这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动作。那这个事儿说起来话就长了，很多人可能还记得，若干年以前，奥巴马曾经在一次晚宴上公开羞辱特朗普，让他当众下不来台。有人分析说，这件事情深深地刺激了特朗普，甚至是他后来决定竞选总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这样一场政治的斗争就带上了非常强烈的个人复仇的色彩。特朗普后来一直被通俄门的调查困扰，第一个任期结束以后，他还被戴上手铐公开羞辱，甚至当时派到海湖庄园去搜查的执法人员还曾经得到命令，如果遭遇反抗可以就地击毙。更不用说特朗普还曾经遭遇暗杀，所以这样一笔血海深仇，我相信他一直记着呢。那到了第二个任期开始，今年7月份的时候，特朗普他任命的国家情报总监发布了一份报告，说掌握了压倒性的证据，证明奥巴马政府当年刻意制造情报，搞了一场叛国的阴谋。那说白了，就是指控奥巴马政府出于政治的目的，非法监视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几天之后，特朗普总统他也亲自下场，在一次公开的活动里面直接点名奥巴马本人。他说，这个犯罪团伙的头就是奥巴马，他有罪，这个就是叛国罪。那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新闻是，前 FBI 的局长詹姆斯·科米被正式起诉，正式拉开了本场大戏的序幕。因为科米基本上是通俄门最主要的操盘手，他是仅次于最终目标奥巴马的一个人物。那对于科米的起诉，还能够测试整个系统的反应。事实上，我们看到新闻报道就提到说，弗吉尼亚州东区的职业检察官曾经写备忘录，对于这个寻求起诉表达了保留意见。那这个其实已经验证了整个行动会在体制内遭遇多么巨大的阻力，这个更是为本场昆蒂克会议提供了最直接的、最迫在眉睫的理由。所以您看，事情已经进展到这个份上了，就不再只是普通的政客之间的口水仗，而是对于前总统的刑事指控已经开始了。这个为后面可能要采取的这些非常规的行动准备好了罪名跟政治上的开战的理由。我想战争部长现在可以对将领们说，那第一枪已经打响，我们预计会遭遇强烈的反弹，甚至可能是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所以你们必须要做好准备，确保在命令下达的时候，军队能够成为维护美国国家秩序的最终保障。那对于奥巴马的这个叛国的罪名真的靠得住吗？我查了一下，其实美国宪法对于叛国罪的定义是特别严格的。那基本上就两种情况，第一就是你公开向美国开战，第二你帮助美国的敌人，而且证据的要求高得吓人。所以就算当年奥巴马政府他真的是展开了不合适的这个调查行动，确实有不合规的地方，但是要上升到叛国罪的层面，在法律上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更何况作为前总统，奥巴马享有强有力的，尽管并非绝对的一个豁免权，但是或许特朗普政府他们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足够有说服力的材料，我们不得而知。或许对于特朗普来说，最后法官怎么样判决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只要能够把奥巴马戴上手铐押走。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仇就已经算是报了。
而且整件事情关键在于逮捕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还给他扣上叛国的帽子，这个象征意义跟情感的冲击力道是非常巨大的，几乎可以肯定会在美国各大城市引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激烈对抗跟街头的暴乱。而这种可以预见的大规模的国内动荡，恰恰就是特朗普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动用一部叫做叛乱法的法律，把联邦军队派上街头的最好的理由。所以您看看整个拼图到现在是不是就算完整了？决定逮捕奥巴马不是儿戏，我想特朗普他不会轻易做出这个决定，因为一旦做了这个决定，就等同于点燃了导火索，没有回头路。政府必须要提前确保美国的军队到时候不会掉链子，所以战争部长才必须搞这么一场眼球对眼球的高压测试，亲自去读取每一个将军的内心，提前找出指挥链条里面那些靠不住的薄弱环节。他绕开了作为顾问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接找到了那些真正手握兵权的作战司令官。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事情已经过了讨论的阶段，进入了准备执行的阶段。通过激活美军的作战指挥链，再准备好用叛乱法这件法律的武器，特朗普政府正在一步一步地搬开军队介入国内事务的所有的障碍。而昆蒂科会议就是在这个非常危险的、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的过程当中，确保指挥工具本身能够被可靠使用的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一环。好了，我们现在来到风暴的中心，昆蒂科会议，它的本质就是一场高风险的忠诚度的测试，也是战前的总动员。在对于所谓深层政府的总的战役已经打响的背景底下，作为总司令，特朗普他需要确保他的军队已经做好了应对后续更大规模国内冲突的准备。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把美国的将军们推到了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境地。因为按照军法的话，军人必须要服从上级的合法命令，但是法律也同时规定，军人有责任拒绝执行明显非法的命令。那么难题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这个灰色地带，到底什么是明显非法的命令？如果特朗普他真的启动了叛乱法，但是引发国内动荡的源头，也就是逮捕前总统奥巴马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特朗普政府他自己策划的政治行动，那么后面派军队上街的命令还能够算是合法的吗？逮捕奥巴马这件事情本身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已经是足够震撼了，而且法庭的判决不会那么快有结果，所以这件事情一出来势必会制造模糊和非常混乱的空间，而这个肯定会变成是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它逼着美国的将军在一个充满压力的环境底下，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需要去非常准确的判断总统的政治动机以及他的命令是否合法。一方面，美国总统的确有这个法定的权利，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个权利的目的就是为了镇压政治对手的话，那么执行命令可能会等同于背叛了他们发誓要捍卫的宪法。这个其中我想关键在于特朗普他们掌握的奥巴马的犯罪证据是否足够铁证如山。所以赫格塞斯把所有的将军叫到一块儿，就是要在这个充满压力跟模糊的环境底下提前做工作，也要提前摸清楚这些将领的底线。他需要知道当这样一道终极命令下达的时候，指挥链会在哪个地方卡住，在哪个地方断裂掉。而且有意思的是，最近有一个民调显示，超过 80% 的美军现役人员他们都明白自己有义务拒绝非法命令。当问到什么是非法命令的时候，很多人都提到了一个答案，就是将枪口对准我自己的美国同胞。这个说明在美军内部有一种深刻的职业伦理，可能跟高层的政治意图是相悖的。任何要求军队在国内大规模动手的命令都有可能会遭到巨大的内部阻力。所以如果来自于白宫的命令被广泛认为是非法的，那么后果可能远远不止几个美军将领辞职那么简单，可能会导致美军指挥链条的系统性的
断裂，一部分指挥官会服从命令，而另外一部分抗命，这个会让整个美军陷入瘫痪、分裂，甚至于内部的对抗。美国历史上它不是没有出现过高级军官集体挑战文官领导的先例。1949年的海军上将的起义，就是因为不满政府削减海军预算，一批高级将领在国会公开跟国防部长闹翻了。但是那样一次的所谓起义，仅仅只是关于战略跟预算的政策分歧，而今天这个情况要复杂得多，要危险得多。所以昆蒂科会议的设计，我想有3个主要的目的。首先是提前向这些高级将领出示奥巴马叛国的所谓的铁证，当然这个铁证到底是不是真的铁，目前为止不得而知，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如果真的证据确凿的话，肯定会争取到多数将领的支持，那这个会议就会演变成是一个战前的总动员。那其次的话，把所有的这些高级指挥官叫到同一个房间内，听一个高度敏感的简报。战争部长实际上是在逼他们提前进入了一个决策的状态。这些在会议上表现非常古怪、神情怪异的将领，大概率他们以后会拒绝执行命令。那这些人估计会被直接处理掉，或者是另做安排。而那些保持沉默、没有提出异议的将领，就有可能在心理上形成默认的共谋，或者至少是默许。那这个会在将来极大的增加他们拒绝执行相关命令的心理门槛。他们这样没办法再说是我不知道，或者是我不知情，我没有参与。那再次的话，一旦美国真的陷入了大规模的国内动荡，它的全球的盟友将会陷入极度的恐慌。所以对于美国来说，它也需要提前调配资源，管控好危机，并且威慑对手的蠢蠢欲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提前把他们都召集回本土，做好安排的原因。但是这样一种高压的手段也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反而会让那些左派的或者支持奥巴马的一些军队的将领，他们提前意识到危险，私底下开始串联，为可能的抗命来自于反叛做好准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最坏的结果就是滑向美国内战的边缘。所以我的推演是，昆蒂科会议就是为了一场即将到来的美国国内的重大的政治行动而进行的军事准备，把一个国家最高级别的所有军事指挥官都集中到一个物理的空间开会。这个实际上是给美国的对手创造了一个一锅端掉的最好的机会。这件事情，这个安排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安全漏洞，但恰恰是这一点反过来证明了，在白宫跟五角大楼看来，来自于内部的指挥链条断裂的风险，比任何来自于外部的军事的打击都更加紧迫，更加致命。当最终的命令下达的时候，那些在会议室的将军们，他们会怎么样选择呢？美国的未来或许就悬在他们的一念之间了。说句心里话，我是真心希望我上面说的这些全部都是错的。我是真心的希望战争部长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把美国的这些将军们都召集过来，只是为了给某一个老将军办一个惊喜的生日 party 或者是荣休派对。要真是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可能至少还不会那么混乱，那么糟糕吧。我想不管怎么样，大家看完这个视频还是要提早做一些准备吧。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个地方。关于这个话题，您有什么想法？您觉得最可能发生的是哪一种情况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分享。我是艾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